此画于从故纸堆中捡出，值案头1年有余，不忍弃之。癸卯夏初，于吕家村染，又经半月之功，终成今日之状。岁月如梭，转眼20年焉，焉能不动于情乎？我也自己也非常有，感慨，也画完之后也非常动情，所以说就记述了这么一个。中国画的提拔就要求你落笔成文，而且要能读，要耐读，要文理情都要在。看完了这个，再把提拔一读，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可以在这儿注目良久。我当时是因为什么呢？有幸和老一代国粹派学东西，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认识中国画的非常正确的这个路。我10几岁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让我刻一方闲章，就是寂寞之道。基本上我记得我这个少年的时候没玩过，除了有时间周日吧，还得要到故宫去看画，一去就1天。他要求你对历代传世名作，你要亲自去看，要读懂，一树一石去在那儿去盯着看。我就是认定了一个事儿，我就是不管它时间、社会形势怎么变，我就会一直走下去。你看我在画画的这过程中，我们经历了85思潮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的大变化。我也在国外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丝毫不影响我对于传统的执着。现在的学生吃亏就没有原作，全是看画册，这个整个进步的慢。你像我学画的时候呢，也是得天独厚，包括白石老人画，我都是拿原作来临。中国画来讲，应当是传统文化，是它的根，也是命脉所在。我们讲君子务本，本立道生，本是什么？是我们传统文化。你画的？哎，这张画的好，哎，这张画的不错，这张画的还真是不错，我给你改一下。行了，交作业。老看这他了，就不敢下笔的那种。他还是他关键是没看到，不够完整。因为什么呢？这个拉下来的这个势没拉够，然后这边呢是叶子的太空，就添了这么一个，它就密度增加了，密和白，这个密度一增加，白就显出来了。这和构图还有区别，构图呢是西方的，就是白。这聚散疏密摆这个是图，中国画是看整幅的精神，要取其势。你说怎么叫取势啊？对，这势在哪儿啊？势是一个空的，就像我们说味道，味道在哪儿？画哪有味道？闻闻，没味道，是不是？它味道是看出来的，是画当中带出来的。构图是简单的，就可以学到做到的，势是要养出来的。第一。要学，读书卷以发之，广见闻以扩之，这2个点掌握好，在这个过程中，然后
学习的过程中要步履从容。那个时代，大书画家也一样很清贫，因为在当时，书画家都不能卖画，我们是属于建国以来的开天辟地第一次，就是拿来画马上数现金走，所以说跟画家的关系非常好。在那个时代，在世的，我们国内的名家都有交往。82年、83年以后，迅速西化。许许多多的在八五思潮的时候，纷纷的是中西合璧，在这个过程中是交融了，但是自己没有了。画家在中国画当中都是用中国画的毛笔在画西方各个流派的那些特点，就觉得我们这个传承是不是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出去呢，主要是更好的静下来，再有一个呢，多看看。但是我看过之后，我就觉得我走的路对，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是从内心深处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我骨子里的是忠，我还要继续的把忠再深入。我到50岁到60岁，我都基本上闭门。干什么呢？重新又学了10年。自己的东西虽然在当时，人家都说还是不错，我自己知道，还嫩，还要反复打磨，还要向经典传统的东西去学。就是说，以前这幅画你临过。只是在形上，你又去带临，你能摸到它的皮肉。如果你再临，你能够摸到它的骨；如果再临，你能摸到它的脉搏，你就算懂了。这里面啊，其实我想引用一句话，就李可染先生非常可敬可爱的一个老人，但是他到80岁的时候。他在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前言里边有一句话，就是我今年80，始见中国画唐奥之博大。该读的书要读，当然了，不只是诗词歌赋这类，这都是入门的。我建议他们读书都是民国以前的书。数学记，你从天部开始。天部第一就是河图洛书开始啊，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之始，清者为天，浊者为地，然后开始如何，他就去讲。这是唐玄宗为了他的皇室子弟，请人编写的。你像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非常经典。这个是呢，黄宾虹和邓石的美术丛书，非常经典。书法，我这部书我抄了一大卷儿，这一大卷就是我抄的，这要反复抄写。我这个抄了几遍，抄过。拿来一幅画，你呢能题，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要经得起读，要耐读，要耐看，书法要跟上，这样呢画不会差到哪儿去。
地方就需要加这个缝儿里头，就像这样的，继续这个缝儿，用叶子衬托对，一下，用叶子是吧衬？托一下，还可以加，哎，其他的这个饰都很好。老爷爸爸楚先生的这个画的那种高古之气，不着急，受拘束，受拘束，不着急，会挑毛病了就进步了。人柱呢，锯够了，伞还不够，哎，锯伞这儿还可以出2朵，哎，然后这伞还不够，哎，伞再够，您比如这儿，啪啪这儿出2朵花，哎，它不就穿出就伞就漂亮了，哎，挺好，谢谢，哎，你看，非常棒，哎，非常好，再来一笔，对，其实我第一次我看先生的画以后，也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背后的文化支撑。其实先生背后不仅仅是先生我想很多这个先贤比如说吴长说齐白石，包括更往以前八大山人，包括石涛，他更多的是一种通过画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境界。通过这个境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过去什么都不讲，从齐先生那一代就是这个，多余的话不说。先生画画，你在前头要抻直，先生在这儿画，你要懂得看，他要这笔要落在哪儿，他够着不成，太靠这儿也不成，刚好伸出手来就在这儿，最舒服的位置。这纸紧一紧，松一松，紧一紧，松一松，跟先生要合拍，合拍你就看懂先生了，逐步你就懂了。先生一落笔，你就知道他要放在哪儿，这纸就松到哪儿。先生要画下边就抻上来，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师徒2人合成一个人，你就都懂了。都过来，这离近点没关系。山石也要取势，要把笔锋用上。我从头画到尾不会洗笔，它墨要用尽，要用好要控笔能力要好。你像这儿不蘸墨是这个色，它就不行了。你看蘸上墨，它就变了。下面我们再找一块立着的，你看，继续用这种破笔的这浓淡干湿。大家一看，这边一握一立，这石头就起来了，墨色都很舒服。然后我这笔也很干净，墨碟也很干净，哪都干净，不是那个脏兮兮的弄完了之后，这个又一层。大家看这个点，然后蘸上点水，叫洗笔，等于洗笔，把笔根儿这点残墨就都打在纸上，行了，画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画画的这么一个过程，勾勒、皴、擦、这个染，还有墨色非常丰富，有多少层？其实呢，这支笔大家都看见了，一支笔用到尽，从头用到尾，它都是墨色变化多掌握好就成。这石头的文化和我们传统文化许许多多的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美，美在大美，美在内美，美在浑朴，这是一种；也有美在它的形，天然的这个东西，非经过人工雕琢的这种美，也是一种浑朴的美。中国书画、中国文化，它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它会追求那种简朴内美，这是一个标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传世的作品中，我们近现代欣赏吴长硕、齐白石、黄宾虹，因为他们朴、内美、浑朴这种气象，给人的那个感觉上的东西，是语言文字不能形容的。
这些个雕，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当时如何刻画人的神情。对，就是我们现在讲，就人物开脸，人物的包括肢体动作，主要是看这个。看了之后，你有什么心得，默记在心，然后用在我们自己创作当中。所有的前人造像，主要是看开脸。画画也是。说这个人开脸，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学人物的时候，就是开脸不成，这开脸这个既庄严又大方。那个北宋以前到唐，你看那个到明以后，这个开脸就不行了，哎，逐步瘦消小气。你看现代人呢，在塑像，他就按照那个人体结构来塑，没有味道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离古远了之后，就离文化远了，离艺术远了。啊，离科学近了，离科学近的结果是，我们把以前的好的传统丢掉。有一句话叫独具之眼，你得会看，你连鉴赏这关都还没过，就这个画的真假都看不懂，你如何鉴定这画的精神、笔墨的修养各方面，那无从谈起。因为我那学生是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哎，他就负责这个荣宝拍卖，看画有的时候这幅画有疑义，就会跟我说一下。我们对这画看不准，您给看看，我就会告诉他这个是真，这个是假。哦，这几张不错。小时候这是经常来，经常蹲在那儿看一张画看半天。那时候没有地方，就是要在荣宝斋来看画。像这柜台吧，就在这儿，戳在这儿，戳在地下，你得这么看。而且这一个钉子上最少挂3、4张画，没有地方啊，就这么掀起来看。哦，看第2张，再掀起来看第2，就这么看，随便看。那时候啊非常便宜，那个时候是名家都是1、2块、2、3块。哎，这是要到5块钱以上都是贵的。那时候就是白石老人的画，也几十块。我在一个画廊里呢，看了吴先生出了一个本小册子。我看了吴先生画之后呢，我就认定，我要拜他为师。我去拜访的时候，我也把我的刚买的画呢给吴先生看。吴先生呢就是挨张看了。看完之后，他说眼力不错，哎，他打开画，他啪打开之后，卷的时候不用人抻着，他自己就是歘，自己一个人操作打开，然后呢卷的时候这种操手，哎，就特别的专业，这都是行里特别牛的这种老道的这种高手，哎，然后呢再就是他看画，打开以后他没二话来说真，哎，打开之后真，就是没有说啰嗦的话，哎。这张画怎么样啊？看一看呢，怎么对不对啊？没有犹豫，就是立刻就是能断真和假。这也是一件，这是白石老人的非常经典的一件东西。你看，在这个用笔的过程中，这一笔当中墨色的变化，你看，哎，非常妙。这属于应该
多岁的画。吴先生，这个齐白石画那个这个小鸡儿啊，画的好多哈，就是说真的，跟假的它区别在哪儿？真的假的在微妙的地方。你看这脸，干干净净的这小鸡儿，非常简单的，它笔不会过来。他有的那模仿的不小心这笔会过来。哦，哎，他这只要一出来就不是。就是这地方要干净，哎，这一笔过来，哎，对，如果这一笔上来了，哎，这一笔上来了，哎，就不是了。我们还收了一张画，您帮我们看一下。这张画还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他袖珍拿着包画的一张纸来了，哎。这个白石老人一看，哟，这纸质量挺好，哎，但是呢，上面还有几个字儿，你看，哎，此纸内原有横斜四字，愿勿裁去，不让他裁，这个可以裁掉。就这4个字嘛。对，这儿把这儿可以裁掉，这儿当初这儿可以裁掉，他没裁。这白石老人珍惜字纸，一般像我要用的话，旧纸上面有痕迹，不是说字儿有一块印啦，有一块其他的痕迹，我会把它裁掉。哎，我就会用这块干净的这地方。但是白石老人呢，就舍不得，连这个都没有。哎，我们看画呢，是对于这个来讲不影响，反而有趣，反而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人的心。我呢有我的认识和追求，我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做到简而朴，又内涵丰富，让人一读再读。这个我是想在当下的社会当中，传统这一块，我这么多年，哎，我读懂的东西，我通过我的作品把它表现出来，活到老学到老，这个一定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文化非常深刻，当你不静的时候，你就不会体悟；当你静了，还有你经过了，你才有体悟。中国文化是一个年龄段一个境界，就像吴昌硕先生当初临石鼓文的时候，他一直就在写34、44、54、64，一直在写，到70岁才说，我现在才可以说我一日一境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跟中国文化说话，真正沉下心来，一日复一日就在那里做平常事，这才能成为不平常。